朋友们，你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呼吸的全部，其实远非如此。你可能一直认为呼吸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活动，毫不费力，无关紧要，但这正是需要打破的第一个误解。进入你肺部的空气不仅携带氧气，更蕴含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你体内默默运行，它影响你的情绪，塑造你的思维，甚至能开启更深层次的意识。你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忽视它的存在，让呼吸自动发生，也可以选择掌控它，彻底释放你的内在能量。选择在你手中。环顾四周，在生活的忙碌与喧嚣中，几乎没人会停下来关注自己的呼吸。它悄无声息地发生，无人察觉。然而，事实是，你每天无意识的行为，可能正是改变现实的关键。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为什么有些人在压力下依然冷静，而有些人却崩溃失控？为什么有些人活力充沛，而另一些人却疲惫不堪？答案就在于他们的呼吸方式以及对呼吸的觉知。呼吸不仅是生存的必须，更是触及你内心深处潜能的钥匙。那些懂得这一点的人，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自我掌控力。这并非新奇的发现，古代文明早已知晓呼吸远超生理反射的意义。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西藏的僧侣，中国的智者，他们都深知空气中蕴含着生命能量。那么，我们为何遗失了这份智慧？答案很简单，分心。现代生活让我们与内在脱节，专注于外在，而忽略了自我。我们在咖啡、美食和社交媒体中寻找活力，却忘了真正的力量源泉，一直伴随着每一次呼吸在我们体内流淌。现在，你开始觉醒了。有一种古老而先进的技术，曾被僧侣和灵修大师运用，它能激发内在热量，唤醒生命力，甚至扩展意识。最妙的是，你无需多年修行即可感受到效果。请继续关注，我将一步步教你如何做到。从古至今，空气不仅是一种物质，更被视为神圣的力量，是连接人类与更高存在的桥梁。科学将氧气视为生物燃料，而古代文明却明白其中蕴含更深层次的奥秘。埃及人认为生命的气息是神在诞生时赐予，死亡时收回的礼物。玛雅人将风视为神灵的化身，是力量与转化的象征。这些文化难道都错了？尽管名称各异，几个世纪以来，所有传统都在述说同一种力量，一种存在于空气中，可被引导和增强的能量。研读古代文献，你会发现呼吸控制始终是灵性实践的核心。大师们知道，通过调整呼吸的节奏与深度，不仅能改变内在状态，还能加强与更宏大存在的连接。在印度教的灵气冥想中，圣者通过呼吸技巧进入更高意识状态，平衡能量中心。在道教的吐纳术中，特定的呼吸模式用于储存和循环全身的生命力。在藏传佛教的咒语吟诵中，特定的呼吸节奏能带来头脑清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祈祷中，有节奏的呼吸无意识的融入，助人专注并达到身心沉浮的状态。不论文化如何，模式一致，掌控呼吸者掌控能量，掌控能量者掌控现实。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仍在无意识中生活，未曾察觉每次呼吸的潜力。你是否注意到，当紧张或恐惧时，你的呼吸会变得急促而浅短，而放松时，呼吸则深长而缓慢？很少有人告诉你，这两者是双向影响的。情绪会改变呼吸，而呼吸也能塑造情绪。这不是玄学，而是科学。你的神经系统以两种模式运作，交感神经系统的战斗或逃跑模式，
以及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休息与恢复模式。大多数人被困于前者，时刻警觉，焦虑不安。他们不知道呼吸能手动切换到后者，激活深层的平静与专注。你现在的呼吸方式是在增强你的力量，还是让你深陷压力？这一切都与自主神经系统相关，它调控心率、消化和激素分泌等功能。有意识的呼吸会带来以下变化：短促浅呼吸，交感模式，发出危险信号，增加皮质醇分泌，让身体保持警觉；深长慢呼吸，副交感模式，降低心率，释放放松的神经递质，稳定身体系统。呼吸不仅是情绪的反应，还能创造情绪。通过控制空气的进出，你实际上在破解自己的生物系统。你可能听说过深呼吸能平静思绪，但很少有人解释其背后原因。呼吸能直接改变大脑的化学物质，包括血清素。持续的控制呼吸可提升其水平，改善情绪与幸福感。内啡肽，深呼吸技巧可刺激这些天然物质的释放，减轻疼痛，带来愉悦与放松。伽马氨基丁酸 GABA， 缓慢呼吸激活其镇定作用，缓解焦虑，带来清明。二甲基色胺 DMT，某些高级呼吸法，如全息呼吸，可能触发少量 DMT 释放，与更高意识和灵性体验相关。这意味着你的呼吸能让你进入清明、专注和情绪平衡的状态，无需依赖任何外物。现在你明白为何僧侣和瑜伽修行者会投入数小时练习有意识呼吸了吧？他们不仅在冥想，更在激活科学刚开始探索的神经化学状态。还有一点常被忽视，吸气与呼气之间的短暂停顿，这个瞬间如同一扇入口，思维暂时消散，直觉地已浮现。当你学会专注这个空白空间，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你开始无需思考便能获得答案。灵性大师利用这一原理获得深刻洞见，有人称之为宇宙的低语，有人称之为与更高自我的连接。但真相很简单，你的呼吸能打开一扇门，通向常人未曾体验的感知层次。现在想象，若你的呼吸能改变内在感知，那么在与外界互动时调整呼吸又会如何？缓慢稳定的呼吸能提升清晰度和专注力，让你察觉曾忽略的细节。有节奏的平衡呼吸会改变时间感，仿佛世界慢了下来，你对自己的反应更有掌控。充满活力的扩展性呼吸能让你感到与周围的深层连接，仿佛以全新视角看待世界。换言之，通过改变呼吸，你改变了感知。现在，想象一种更强大的方法，强大到西藏僧侣用它唤醒内在热量，对抗极端寒冷，进入更高意识状态。这不是幻想，这种技巧真实存在。接下来，我们将教你如何掌握它。有一种古老技巧，由西藏僧侣修行，不仅能让你在极端环境下产生内在热量，还能激活更高意识，唤醒潜藏的力量。这被称为着火定，也称内火呼吸法。几个世纪以来，它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寺院中，仅为高阶修行者所用。他们不仅追求身体耐力，更渴望深度掌控能量。掌握着火定的僧侣能有意识地提升体温，抵御严寒，进入深层冥想状态。但其意义远不止此。着火定能点燃内在之火，根据灵性传统，这股火能烧尽情感阻碍，扩展对现实的认知。这不仅是古老信仰，科学已证实，练习着火定的人会经历生理变化，如血液循环加速，释放带来清明与力量的神经递质。要正确练习着火定，环境准备至关重要，选择安静、不受干扰的地方，保持专注。姿势
也很重要。脊柱挺直，可采用莲花坐或保持上身稳定，身体放松但保持警觉。由于会产生热量，避免穿厚重衣物，以免身体反应过强。第一步，进行几次温和的深呼吸，稳定思绪，准备身体，闭眼，专注腹部中心，肚脐附近，想象此处有一团小火苗或热球，象征你的生命能量，随呼吸逐渐扩展。第二步，开始有力呼吸，用鼻子深吸气，感受空气充满腹部，点燃内在之火。屏息数秒，轻轻收缩盆底肌，仿佛将能量锁在体内。屏息时，想象热量沿脊柱上升，扩散至胸部和头部。呼气时，通过嘴缓慢吐气，在心中引导热量流遍全身每个细胞。此循环需持续10到15分钟，始终尊重身体极限。随着练习深入，你可能感到强烈反应，如热量扩散、四肢刺痛，甚至感知改变。许多人报告情绪自发释放，仿佛就有阻碍瓦解，还有人体验到极度清明的精神状态，思维放缓，直觉敏锐。初学者可从3组，每组5次呼吸开始，感受初步效果。随时间可增加强度，深入掌控能量。但切勿强行练习，若感头晕或不适，立即恢复自然呼吸，让身体调整。掌握拙火定，即是触及潜藏的力量源泉。当你点燃内在之火，会意识到身体与思维不是阻碍，而是扩展意识的工具。这只是解锁潜能的钥匙之一。若你已感受到力量，接下来发现如何引导这股能量改变现实，将更令人震撼。现在你已学会拙火定，并体验其影响，是时候将练习提升到更深层次。可视化是呼吸练习的强大工具。在拙火定中，腹部的火苗是一个例子，但你可将呼吸引导至身体任何部位，达成不同目的。灵性传统认为，想象的光的颜色会影响效果，金色光带来活力，蓝色光镇定，白色光象征净化与清明。关键不在于颜色，而在于你的意图。意图如能量放大器，机械式呼吸有效但有限。若加入明确目的，如提升能量、疗愈情绪或扩展感知，身心会协同实现目标。练习中可用内在肯定强化意图。吸气时默念我吸收纯净能量，屏息时说这股能量激活内在力量，呼气时感受释放阻碍与紧张。另一种深化方法是将呼吸集中在心脏区域，胸部呼吸结合感恩或爱的情感，对神经系统有直接影响。研究表明，心脏相干状态、情绪与呼吸同步，可显著降低压力，提升幸福感。高阶修行者用此进入深层冥想，强化同理心与勇气。呼吸与可视化的联系有科学依据。大脑难以区分可视化与现实体验。当你想象光在体内流动，身体会产生真实反应，大脑将其视为实际事件。这练习简单却强大。吸气时，想象从周围吸收能量，如被无形力量充电。屏息时，感受能量扩展，激活能量中心。呼气时，释放不再有益的负担，化解身心紧张。每日练习，你会察觉微妙变化，直觉增强，世界更清晰。久而久之，你不再是现实的被动观察者，而是能通过专注塑造现实的人。在灵性与疗愈体系中，存在脉轮、经络或能量场等概念，名称不同，实质一致。一股无形能量在你体内流动，其状态直接影响幸福、清明及更高意识连接。大多数人从未察觉这股能量，他们感到胸闷、胃沉或喉紧，却未探究原因。
当你有意识地引导呼吸至身体不同部位，奇妙变化发生，你开始感知并解锁这股能量。能量中心、脉轮、沿脊柱分布各对应生存不同面向。海底轮、脊柱底部关乎安全与生存，受阻时易感恐惧与不稳定。脐轮、腹部与个人力量和自信相关，激活时带来内在温暖与决心。心轮、胸部情感与连接的中心，呼吸聚焦此处可释放紧张，带来情感开放。如何判断这些中心是否受阻？身体会给出信号，胃部沉重可能为压抑情绪，浅胸呼吸或表焦虑或表达困难。冥想时眉间或头部压力可能是直觉受阻的迹象。好消息是，呼吸是解锁能量中心的利器，每次吸气带来新能量，每次呼气释放阻碍。现在试试闭眼，深呼吸，专注脊柱底部，吸气，感受该区域增强，呼气，想象恐惧消散移至胸部。吸气感受能量扩展，呼气释放情感负担，在不同部位重复观察感受。随练习，你可能感到震动、温暖或扩张，这是能量流动的迹象。但平衡至关重要，过猛可能不是，忽视信号可能导致能量堆积，关键是有意识练习，尊重觉醒节奏。现在，你已感知能量流动。接下来是更大挑战，情感阻碍、创伤、紧张和负面模式会在体内累积，影响思维、反应与健康。压抑的情绪不会消失，而是以焦虑、疼痛或疲惫显现。有意识的呼吸如疏通气，将情绪带到表面。一旦承认并释放，立即带来解脱与重生。在强烈练习如全息呼吸中，氧气水平升高，意识状态改变，压抑情绪可能自发浮现。有人体验哭泣、大笑或内心画面，这是呼吸触及潜意识的结果。但初次练习无需剧烈效果，微妙变化如轻松感或专注提升，也表明释放已开始。坚持是关键，练习越多，越能感知内在变化。呼吸不仅带来情感清晰，还增强直觉，揭示忽视的模式，助你转化能量。如何融入日常？试试以下小练习。重要活动前3次深呼吸，设定状态。愤怒时延长呼气，激活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疲惫时快速鼻吸，唤醒活力。需专注时方形呼吸，吸4秒，平4秒，呼4秒，平4秒，平衡思维。时间不足和缺乏自律是障碍，但呼吸练习无需大块时间，可无缝融入生活。习惯触发策略很有效，将呼吸与日常动作关联，如醒来时、起床前3次深呼吸，洗澡时感受空气进出，释放紧张。工作间隙、任务切换时深呼吸，提升效率。餐前1次慢呼吸，放松消化。活动转换，上下车时深呼吸，释放压力。睡前节奏呼吸，助深度睡眠。视觉提醒也有效，如镜子便签或手机闹钟，每次喝水或开门可作为呼吸提示。自我同情同样重要，错过1天无妨，次日继续，勿自责，小调整胜过放弃。随时间，呼吸觉知汇成自然，身心主动要求这些停顿。那一刻，呼吸不再是技巧，而是生活方式。若人觉无时间或自律，试试这些策略，你无需改变行程，只需融入呼吸。当你感受其影响，对呼吸的认知将彻底改变。呼吸是开启内在力量的钥匙，掌控呼吸，
你将踏上蜕变与觉醒之旅，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以呼吸连接更高能量，以此开启内在能量链接，见证成长。每条回复如种下希望种子，随练习生根发芽。愿你在旅途中收获幸福、智慧与自由。感谢陪伴，下期再会。